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，真的是让我感慨万千啊！你若爱我，就转100万给我。这样的要求，你们听了会怎么想？是不是觉得太过分了？但在这个物质至上的时代，爱情和金钱的关系似乎变得越来越复杂了呢。这个故事的主角叫小文，是一位来自大陆的国际名模。别看她现在走遍国际秀场，一身光鲜亮丽，殊不知她的童年经历却是那么令人心疼。小文今年27岁，身高178厘米，拥有完美的黄金比例，是一位混血美人，但她的成长道路却充满坎坷。小文的亲生父亲在她5岁时就离开了人世，母亲后来改嫁，继父对她却并不友善。15岁那年，小文忍受不了继父的虐待，毅然决然地离家出走。那段时间真的很难熬，有时候连饭都吃不上。小文回忆道，眼中闪烁着泪光。命运的转折点出现在小文流浪的第3个月，一位星探发现了这个拥有出众外表的女孩，将她带入了模特圈。凭借着自己的努力和天赋，小文很快在国际舞台崭露头角。但是，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啊！他签下的合约条款极为苛刻，大部分收入都被经纪公司拿走了。实际上，他的生活并不像外表那般光鲜。虽然我站在聚光灯下，但回到家里，依然是一个人面对空荡荡的屋子，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。小文说这话的时候，我真的感到心疼。小文深信自己需要一个能真正关心她、保护她的男人。在这样的心态下，她开始了自己的恋爱之旅。第一段感情是小文22岁时，与一位大陆某科技公司的高管相恋，对方家世显赫，事业有成，对小文也算体贴。两人交往半年后，小文认为这段感情稳定了，便向男友提出了一个要求：你若爱我，就转100万给我。哎呀妈呀！我当时听到这个要求时，真的惊掉下巴了。虽然说在爱情中适当的物质需求无可厚非，但一下子要求100万，这也太直接了吧。小文的理由是，我这辈子受过太多苦了，我需要一个能给我安全感的人。如果你真的爱我，这点钱算什么呢？这位男友听后沉默了很久，最终还是拒绝了他的要求。爱是相互的，我可以养你，但不能满足这种无理的要求。两人因此分手。接下来的几年里，小文的恋爱之路可谓坎坷不断。每次交往到一定程度，他都会提出类似的要求，结果可想而知，无一例外的以分手告终。有意思的是，在小文25岁那年，他接到一个台湾品牌的邀约，来到台北拍摄广告。这次经历让他对台湾的生活和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，甚至萌生了在台湾发展的想法。台湾给我的感觉太不一样了。小文兴奋地说，那里的人们热情又有礼貌，生活节奏也没有大陆这么快，感觉可以静下心来好好生活。大家可能不知道，很多大陆人对台湾的印象还停留在很多年前，认为台湾经济落后，生活水平不高。但实际上，台湾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当可观，特别是在生活品质方面，更是有着独特的魅力。台湾的人均 GDP 虽然没有像上海、北京这样的大陆1线城市那么高，但整体社会福利体系健全，医疗、教育资源分配更加均衡，尤其是在婚恋观念上，台湾男性相对更加尊重女性，婚姻中的平等意识也更为强烈。小文在台湾工作期间，认识了一位当地的企业家阿明。阿明虽然没有他之前交往的大陆富豪们那么阔绰，但为人诚恳，对小文也特别体贴。他从不会刻意展示自己的财富，但在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都能感受到他的关心。小文对我说道，语气中满是甜蜜。两人相处了3个月，感情迅速升温。这一次，小文并没有提出那个100万的要求，但命运总是喜欢开玩笑。就在小文决定放下这个执念的时候，一个突如其来的变故打破了这段美好。原来阿明早已有婚约在身，只是一直没有告诉小文。当真相被揭开时，小文崩溃了。为什么每次我刚刚敞开心扉，就要遭受这样的打击？伤心欲绝的小文决定回到大陆重新开始，但他的噩梦才刚刚开始。
接下来的1年里，她相亲了整整10次，结果每一次都遇到了各种问题的男人。有的人外表光鲜，但实际上负债累累；有的人看似体贴时，则控制欲极强；还有的人甚至已经结婚却还来相亲。我真的无法理解，为什么这些男人可以如此厚颜无耻？是不是我之前做了什么错事，现在遭到报应了？小文哭着问我。作为一名从事婚恋服务多年的红娘，我深知这个行业的复杂性。其实，大陆和台湾在婚恋观念上确实存在一些差异。在大陆，尤其是1线城市，婚恋市场更加现实，有房有车几乎成了男性必备的条件，而女性则更注重颜值身材。这种高度物质化的婚恋观念，无形中给双方都带来了巨大压力。相比之下，台湾的婚恋观则相对传统一些，虽然也看重物质条件，但更强调情感契合度和共同的生活理念。台湾男性在恋爱中往往更加细腻体贴，懂得经营感情的细节，而台湾女性则普遍更加独立自主，不会过分依赖男性的经济能力。丽姐，你说我是不是太过分了？小文问我，我只是想找一个能给我安全感的人啊。我告诉小文，爱情和金钱确实有关联，但二者绝不能简单等同。真正的安全感来源于双方的相互尊重和理解，而非单纯的金钱转账。尤其在当今社会，女性完全有能力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经济独立，爱情更应该回归情感本身。但我真的很害怕再次受伤害。小文低声说道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判断一个人是否真心爱我。这个问题确实不易回答。在这个充斥着虚假和欺骗的时代，如何找到真爱，又该如何保护自己不受伤害，这是每一个单身男女都在思考的问题。经过一番深谈，小文似乎有所领悟，他决定暂时放下寻找爱情的执念，先专注于自己的事业发展。或许当我变得更加强大，更加独立时，就不会那么渴望依赖别人了。小文说道，脸上露出久违的笑容。其实，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，婚恋市场都在发生着巨大变化，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模式正在逐渐瓦解，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，而不仅仅是依附于婚姻。同时，男性也在适应这种变化，学习如何与独立自主的女性相处。这个过程或许充满挑战，但也孕育着更加健康、平等的爱情关系。小文的故事还在继续，但我相信，当他真正找到自己的价值和方向时，好的姻缘也会随之而来。毕竟，爱情不是人生的全部，但有了爱情的人生会更加完整。接着讲小文的后续经历，那真是一段充满转折的旅程呢。在放下必须找个有钱人的执念后，小文决定先充实自己。他辞去了模特工作，开始学习摄影和设计，希望将来能做一些更有创意的工作。这段时间里，他变得比以前更加平静，也更懂得审视自己的内心需求。从前我总以为找个有钱人就能解决所有问题，现在看来，那不过是我内心缺乏安全感的一种表现。小文对我说。然而，命运又给小文安排了一个意想不到的转折。在一次摄影课上，他认识了来自台湾的阿伟。阿伟是台北一家设计公司的创始人，为人低调却极具才华。与小文此前交往过的男人不同，阿伟从不炫耀自己的成就，反而时常分享创作中遇到的困难和挑战。和他在一起，我感觉自己被看见了，不是作为一个漂亮的花瓶，而是一个有思想、有灵魂的人。小文的眼睛闪闪发亮，这种感觉真的很奇妙。两人的关系迅速升温，不到3个月，阿伟就邀请小文去台北见他的家人。这一次，小文不再设防，也没有提出任何物质上的要求。他决定跟随自己的心，好好珍惜这段来之不易的感情。台湾的婚恋观和大陆确实有很大不同。小文感慨道，在台湾，人们似乎更注重两个人是否合拍，是否有共同话题和兴趣，而不是对方的资产有多少。确实如此，在我多年的红娘经验中，我发现台湾和大陆在婚恋观念上存在明显差异。台湾社会受到日本文化和欧美价值观的深远影响，对于婚姻有着更为浪漫和平等的理解。大多数台湾女孩从小就接受独立自主的教育，她们更希望找到能够尊重她们、理解她们的伴侣，而不是单纯依赖对方的经济能力。
相比之下，大陆的婚恋市场则更加现实，特别是在一线城市，高房价、高生活成本使得很多年轻人不得不将物质条件放在首位，宁愿坐在宝马车里哭，也不要坐在自行车上笑。这句话虽然有些极端，但确实反映了一部分人的婚恋观。当然，这并不是说大陆的婚恋观念就完全功利化，或者台湾人就完全不在乎物质条件。每个社会都有其复杂性，每个人也有自己独特的价值观，关键在于找到一个与自己价值观相契合的伴侣，而不是盲目跟随社会的标准。小文在台北待了1个月，见识了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。台北虽然没有北京、上海那样繁华的商业区，也没有那么多高档的购物中心，但整个城市却处处透露着生活的温度和人文的关怀。街头巷尾的小店，每一家都有自己的特色和故事。夜市里的美食，价格亲民却美味无比，就连公交车司机也会对每一位乘客说声谢谢。这些细节让我感受到了不一样的生活质量。小文说，很多大陆人对台湾的印象还停留在经济落后的刻板印象中，认为台湾比不上大陆的发展速度，但实际上台湾在生活品质、医疗水平、社会福利等方面有着自己独特的优势。台湾的全民健保系统、完善的老人照顾政策、优质的教育资源，都为民众提供了良好的生活保障。台湾人虽然不像大陆人那样拼命赚钱，但他们似乎更懂得享受生活。小文若有所思地说，周末不加班，而是全家人一起出去郊游，平时下班后约3、5好友喝个下午茶，聊聊天。生病了不用担心高昂的医疗费，这种生活方式让人觉得很安心。阿伟向小文介绍了台湾的婚恋习俗，比如提亲时要带大大小小12样礼品，象征成双成对的美好寓意；结婚前要举行过火仪式，寓意洗去过去的不顺；新娘要送亲戚朋友定情饼，表达感谢之情等等。这些充满仪式感的传统让小文深感新鲜和温馨。相比之下，大陆的婚礼虽然排场更大，花费更高，但有时却缺乏这种深厚的文化内涵。许多年轻人为了面子，不惜花费巨资举办豪华婚礼，甚至因此背上沉重的债务。这种做法在台湾人看来是难以理解的。阿伟告诉我，在台湾，结婚不一定要买豪宅、豪车，夫妻同心协力打拼，慢慢积累财富才是正道。小文说，这种观念与我从前的想法真的大相径庭。阿伟的父母是典型的台湾中产阶级家庭，父亲是一名高中教师，母亲是家庭主妇。他们住在台北郊区的一套普通公寓里，装修简朴却温馨舒适。初次见面，阿伟的父母对小文十分热情，完全没有因为他是大陆人而有任何偏见。阿伟妈妈特意学了几道四川菜，说是要让我尝尝家乡的味道。小文眼中泛着泪光，那一刻，我突然明白了什么是家的感觉。这次台北之行彻底改变了小文对爱情和婚姻的看法，他不再将对方有多少钱作为衡量标准，而是更加注重两个人在价值观、生活方式上是否契合。回到大陆后，小文和阿伟开始了长达1年的异地恋。期间，阿伟每月都会飞到北京陪小文几天，小文也经常利用工作机会去台北与阿伟团聚。尽管相隔千里，两人却从未因为距离而产生隔阂。以前我总觉得异地恋是不可能的，但现在我才明白，真正的爱情不在于天天黏在一起，而在于心与心的距离。小文说，这段异地恋的经历也让小文有了更多思考。他发现大陆和台湾在文化上有很多共通之处，比如对家庭的重视、对长辈的尊敬、过年过节的习俗等，但在具体的生活理念和价值观上却又存在诸多差异。大陆人更务实，做事雷厉风行，讲究效率；台湾人则更注重过程，做事虽然慢一些，但会更加细致周到。小文总结道，这两种风格各有优劣，关键在于彼此尊重，相互包容。恋爱1年后，阿伟向小文求婚了，没有豪华的场景，没有昂贵的钻戒，只是在台北一家他们常去的小餐厅里。阿伟拿出一枚简单的银戒指，真诚地说，我的条件不算好，但我保证会用一生的时间来爱你，保护你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这一刻，小文想起了自己曾经提出的你若爱我，就转100万给我的要求，不禁感到有些羞愧。
原来真正的爱情不需要用金钱来衡量，它体现在生活的点点滴滴中，体现在困难时的相互扶持，体现在快乐时的共同分享。我愿意。小文毫不犹豫地答应了。两人的婚礼在台北举行，简单而温馨。小文的母亲特地从大陆赶来参加，见证女儿找到真爱的幸福时刻。妈，我终于明白了，钱不是万能的，找到一个真心爱你、尊重你的人，比什么都重要。小文对母亲说。婚后，小文和阿伟定居台北，共同经营着那家设计公司。他将自己在模特行业积累的人脉和经验带入公司，为企业拓展了更多业务渠道。2年后，他们的公司规模扩大了1倍，还在上海开设了分公司。现在回想起来，那段相亲时次遇到10个渣男的经历，或许真的是一种因果报应吧。小文笑着说，如果不是那些挫折，我可能永远不会反思自己，也不会遇到阿伟，更不会有今天的幸福。小文和阿伟婚后的第3年，他们迎来了爱情的结晶，一个可爱的小女孩，取名叫甜甜，寓意平静安恬的生活。有了孩子后，小文的生活重心完全转移到了家庭上，她辞去了公司的工作，专心在家照顾女儿。当我第一次抱起甜甜的时候，我忽然明白了，原来这世上真的有无条件的爱。小文眼中闪烁着幸福的泪光，成为母亲后的小文变得更加成熟稳重。曾经那个追求物质、渴望被富豪包养的女孩，如今已经完全蜕变成了一个顾家的好妻子、好妈妈。阿伟的事业也蒸蒸日上，公司规模不断扩大，收入也随之增长，一家3口过着令人羡慕的幸福生活。然而天有不测风云，就在甜甜2岁那年，一场突如其来的经济危机席卷全球。阿伟的公司因为主要客户撤资而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。那段时间真的很煎熬，每天都有员工来问工资什么时候发，但公司账上的钱根本不够支付所有人的薪水。阿伟愁眉不展地说，面对危机，小文没有抱怨，而是重返职场，利用自己在模特行业的人脉关系，帮助阿伟寻找新的合作伙伴。他白天在外面跑业务，晚上回家还要照顾女儿，常常忙到深夜才休息。那时候我才真正体会到台湾女性的坚韧和独立。小文说，在困难面前，她们从不退缩，而是与丈夫并肩作战，共同度过难关。确实如此，台湾女性普遍比较独立自主，她们不仅在婚前追求自己的事业发展，婚后也常常保持职场活跃。这与大陆部分地区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观念形成了鲜明对比。在台湾社会，贤妻良母的标准不仅仅是把家务做好，把孩子带好，还包括拥有独立的经济能力和思想见解。这种观念在年轻一代中尤为普遍，夫妻双方更加注重平等和相互尊重。经过小文和阿伟的共同努力，公司终于度过了难关。这段共同奋斗的经历，不仅让他们的事业起死回生，更让2人的感情更上一层楼。以前我总觉得男人就应该挣钱养家，女人在家相夫教子就好。但现在我明白了，真正的婚姻是2个人的共同体，无论顺境还是逆境，都要一起面对。小文感慨道。就在公司重新步入正轨时，小文却接到了一个令他揪心的电话。他在大陆的母亲患上了重病，需要立即动手术。小文二话不说，当即订了机票飞回大陆。妈妈年纪大了，又没有其他子女，如果我不回去照顾她，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小文担忧地说，母亲的手术很成功，但后续需要长期的护理和照顾。小文陷入了两难境地，是留在大陆照顾母亲，还是回台北陪伴丈夫和女儿。就在小文纠结之际，阿伟做出了一个令他意想不到的决定，举家搬迁到大陆生活。家人应该在一起，既然你妈妈走不开，那我们就过去和她一起生活。阿伟坚定地说。这个决定对阿伟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，他需要放弃在台北的稳定事业，来到一个陌生的环境重新开始。但为了小文和这个家，阿伟义无反顾地做出了选择。当时我真的感动得哭了。小文回忆道，我这辈子做过最正确的决定，就是嫁给了这个男人。就这样，一家人搬到了北京。刚开始的日子并不好过，阿伟需要适应全新的生活环境和商业规则，小文则要兼顾照顾母亲和女儿的重任。
而年幼的甜甜也面临着语言和文化的双重挑战。大陆和台湾虽然同文同种，但在生活习惯、思维方式上还是有很多不同。阿伟苦笑道，比如在台湾，大家做事比较按部就班，讲究程序，但在大陆，效率至上，很多事情都可以通融。这种差异刚开始真的让我很不适应。除了商业环境的不同，阿伟还需要面对来自小文家人的质疑。小文的舅舅、阿姨们常常在家庭聚会上旁敲侧击地问，阿伟啊，你在台北有房子吗？车子开的是什么牌子的？言下之意，似乎在怀疑阿伟的经济实力是否足以让小文过上好日子。面对这些疑问，阿伟总是微微一笑，不卑不亢地回答，我们在台北有一套小公寓，车子是普通的丰田，不算豪车，但够用。听到阿伟这么说，我舅舅脸上明显露出了失望的表情。小文无奈地说，在他们眼中，女婿就应该是有钱有势的大人物，否则就是没有本事。这种观念在大陆相当普遍，特别是在老一辈人中，他们往往将子女的婚姻视为家庭荣誉的象征。女儿嫁得好不好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女婿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。相比之下，台湾社会则更加注重个人能力和品德修养。阿伟的父母从不过问两人的收入情况，他们更关心的是小文是否善良，是否孝顺，是否能与阿伟和睦相处。我婆婆常说，钱是赚不完的，但一个好媳妇却是可遇不可求的。小文说，这句话让我特别感动，也让我更加珍惜这个家庭。在北京生活了大半年后，阿伟逐渐适应了大陆的商业环境，并成功将自己的设计公司开到了北京。凭借着台湾设计的独特风格和理念，公司很快在北京站稳了脚跟，生意越来越好。大陆市场确实比台湾大得多，机会也更多。阿伟感慨道，虽然竞争激烈，但只要有创新和特色，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。小文也重新投入到工作中，负责公司的客户关系维护，夫妻同心，公司业绩蒸蒸日上。不到2年时间，北京分公司的规模就超过了台北总部。随着事业的成功，阿伟在小文家人眼中的形象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那些曾经对他不屑一顾的亲戚，如今见了面都笑脸相迎，称赞他有本事、有远见。面对这种前后不一的态度，阿伟既不愤怒也不讽刺，依然保持着彬彬有礼的风度。人之常情而已，不必太在意，他宽容地说。小文却对此感到十分愤慨。当初看不起阿伟的时候，说他是穷台湾人，现在见他赚钱了，又说他不愧是台湾来的精英，这种势利眼的态度真的让人恶心。确实，在物质至上的社会氛围中，人们很容易用金钱和地位来评判一个人的价值，但真正的价值应该体现在为社会创造了多少价值，为身边的人带来了多少幸福。随着在北京的生活越来越稳定，小文和阿伟开始思考女儿甜甜的教育问题。是送她去国际学校接受西式教育，还是让她进入中国传统学校感受东方文化的熏陶？经过再三考虑，他们选择了一所中西结合的双语学校。我希望甜甜能够兼具中西方的优点，既有中国人的传统美德，又有西方人的独立思考能力。小文说，在教育理念上，小文和阿伟也有着不同的看法。受大陆应试教育的影响，小文更注重成绩和结果，而阿伟则更强调兴趣培养和全面发展。两人经常为此争论不休，但最终都能找到平衡点，共同为女儿创造良好的成长环境。其实两种教育理念各有优劣。小文说，大陆的教育培养了学生坚韧的意志和扎实的基础知识，台湾的教育则更注重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。如果能将二者结合起来，那将是最理想的教育方式。在北京生活的第3年，小文的母亲病情稳定，不再需要全天候的照顾。阿伟的公司也步入正轨，可以适当放手，让团队自主运营。于是，两人决定带着甜甜回台北探亲，顺便让女儿感受一下台湾的文化和生活。回到台北后，小文惊讶地发现，这座曾经熟悉的城市在短短几年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更多的高楼拔地而起，更便捷的交通系统建成通车。街头巷尾的小店虽然依旧保持着浓厚的人情味，但经营理念却更加现代化了。台北变了，变得更国际化了，小文感慨道。但它的核心魅力依然存在，
那种让人感到舒适和安心的生活氛围。阿伟的父母见到许久未见的孙女，激动得热泪盈眶。甜甜虽然只有5岁，却已经能说一口流利的台湾腔国语，这让阿伟的父母感到无比欣慰。甜甜是我们的骄傲，她既有台湾孩子的有礼貌，又有大陆孩子的聪明机灵。阿伟的母亲自豪地说。在台北的1个月里，小文带着甜甜走遍了台北的大街小巷，参观了故宫博物院、台北101、阳明山等著名景点，也品尝了各种地道的台湾小吃。甜甜对这座充满活力又不失温情的城市产生了浓厚的兴趣，常常缠着妈妈讲台北的故事。妈妈，我们什么时候可以搬回台北住啊？甜甜天真地问道。这个问题让小文陷入了沉思。是继续留在北京发展，还是回到台北生活？两座城市各有各的好，各有各的不足。北京机会更多，但生活节奏快，压力大；台北则更加宜居，但市场相对有限。这个问题，我和你爸爸会好好考虑的。小文轻抚着女儿的头发，温柔地说。回到北京后，小文和阿伟经过深思熟虑，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，两地发展。阿伟主要负责北京的业务，小文则带着甜甜回台北生活，并管理台北的公司。虽然这意味着两人要分隔两地，但为了女儿的教育和家庭的长远发展，这似乎是最好的选择。好啦，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，我是丽姐，感谢大家的收听，咱们下期再见。